今天俊谷是来到了湖南湘西的芙蓉镇，这个古镇呢是被称为挂在瀑布上的千年古镇，它也是湘西的4大古镇之一。现在已经是下午的差不多6点钟了，你看外面还是非常的晒啊，所以我一整天都是躲在客栈里，就是等傍晚时分了，好出去逛一逛。等一下呢还可以拍一拍夜景。正大门是在这上面呢，我要从这条路进去，这边离客栈要近一点。芙蓉镇的门票是60块钱，但是在那个票上呢是显示75。其实，在很多客栈里面呢都是可以买到票的，但是买票之后仍然要去他们的取票点呢取票。这是景区的游览示意图，上面呢会把所有的景点呢都给罗列出来。在后面呢是土王桥，可以上来看一下。土王桥其实就是一座风雨桥，上面呢也是有很多游客在这里休息纳凉啊。这是一个被称为挂在瀑布上的古镇，在土王桥上方呢都已经可以看到一些瀑布了，是有很多层的瀑布。我住的客栈就是在对面，走过来呢非常的近啊。过了土王桥之后啊，这边有一个小的广场，是叫做白手堂。现在啊，已经有一些演员在上面，应该是在彩排啊。等一下7点半呢是有表演，但是我对这个表演呢其实不是特别的感兴趣。等一下如果说时间够的话呢，我们再回来看一下。疆域有表，国有为，此处可立，不可移。在这边呢是有一整排的铜柱。现在时间还早，一起来去逛一逛这个古镇。我现在是沿着河边走，等一下应该可以看到大的瀑布。刚刚在那边呢还看到有人在游泳，不知道在景区里面游泳啊是否是可以的。这根本就不是一条游客通道，前面就是被堵住了。我现在要回去土王桥的另外一边去看一看那个观景台。这是他们的特产黑茶。芙蓉镇瀑布还在前方，继续往前走。在墙壁上啊是画着很多他们的民俗的图案。我想这边应该是其中一个观景平台。都没有什么水了。现在是夏天，怎么会那么少水呢？这就很奇怪了。真的是非常失望啊！因为过来这个芙蓉镇啊，就是要来看一看它是如何挂在瀑布上面。结果呢，来到这里啊，看到瀑布的水呢，真的是非常非常少。这前面就是核心景区瀑布观景点。好，作为一个收门票的古镇，里面的核心景点瀑布都没有水了，那这个景点最核心的地方啊，就没有什么参观的价值了。观瀑台就是这个位置了。站在这个观瀑台这里啊，视野确实是非常的开阔，可以看到这个古镇的核心的景点瀑布。这个景区对外宣称啊，也是一个挂在瀑布上的千年古镇。所以大家来到这里看到一个没有水的瀑布的话呢，确实是会大失所望啊。这里有一排房子，都是有其中一部分呢是悬在这个悬崖峭壁上方，看起来啊也是相当的危险。我们可以看到下面是有一条河，这条河是叫做酉水。继续往前面走，这个标志应该是指着到瀑布的下面，就是有点类似水帘洞的那个地方。我想过去看一下。如果说能够从瀑布底下穿过的话呢，就有点类似贵州的黄果树瀑布。
但是黄果树瀑布呢，要更加高一点，更加险一点，怪石林立啊。很显然，这个景点呢是想做出一些人文景观出来。你看这一块，他们应该是想做摩崖石刻，但是上面却是没有字的。再往前面走就是瀑布底下还有古街道，这下面还有一座亭子，也相当于是观景平台了。坐在这个亭子上面去观赏瀑布确实不错，可惜人太多了，挤不进去。在这边呢，又被这些树叶给挡住了。顺着阶梯下去，这个被圈起来的地方啊，就是要收费拍照的。那我们过来这边拍一下，这个角度确实不错，但是瀑布的水啊还是少了一些，不够壮观。上面那些悬在悬崖边上的房子啊，大多数都是餐厅或者是客栈。这上面一整排都是，有些餐厅都已经把灯打开了。这就是挂在瀑布上的千年古镇芙蓉镇。有一点忘记跟大家说了，这个芙蓉镇呢，它原名并不是叫做芙蓉镇，而是叫做王村。是因为在86年，谢晋导演呢在这里拍了一场电影，叫做《芙蓉镇》。之后呢，电影火了，所以呢就把这个地方啊改为芙蓉镇，是在2007年的时候改的。但是这座古镇的历史啊，确实是十分悠久的，它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。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穿越这个水帘洞，从这里下去。如果说个子高的人呢，一定要注意上面的石头。确实是有一种水帘洞的感觉。在瀑布底下是有一个岩洞，岩洞里面是有一些雕塑，上面2个字“元祖”，这是他们的祖先啊。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，穿越水帘洞，穿越水帘洞，几乎呢？哇哦！走在这个水帘洞里面呢，感觉雨雾相当的大。一下子呢，衣服啊可以湿透。如果说瀑布的水能够多一些的话呢，就会十分的壮观了。确实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地方。给大家环视一周。前面还有一节。这上面也是时不时会有一些水滴掉下来，直接是打到栈道上面。走在这个水帘洞里面呢，就像是感受着一部巨大的空调，非常的凉爽。水打在石头上面，噼里啪啦。这里还流出了一点水。这条人行道都已经成为了一条小溪流了。下面呢都是长满了苔藓，从现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，还是非常壮观的。尽管水不多，但是呢是打横来看，所有的水啊是叠在一起，所以呢看起来还是比较壮观。龙头水啊！再走过一点看的话呢，中间呢就缺了一个大的缺口了，就像是人的一口牙，中间掉了几颗。尽管是这样，整个景观看起来还是非常漂亮的。穿过这条小巷子，等一下去到古街了。这条古街十分有味道，它是逐级升高。先往下面走一走，等一下再回来上面。街道两边都是卖当地的手工特产的。这前面是一座门楼，是一个渔人码头酒吧。王村就是芙蓉镇原来的名字，上面写着芙蓉镇。谢晋是芙蓉镇这部电影导演的名字。
站在王村这个城门的外面呢，视野相当开阔，还看到了日落的场景。下面呢是有很多的游船，还有一些游艇。现在回去镇子的中心去找一找那家最出名的米豆腐店——西周同筑。进来看一下，千年一柱，天下太平。墙壁上挂着很多当地的民族服装。这一根就是西周同筑。我看到里面的字呢，有些也是刻得很潦草啊。这是西周同筑上面的译文。这是一家餐厅，也是一家客栈。进来这里面看一下，在这边看不到瀑布。这是桂花鱼吗？是的。是啊，果然没有猜错。我还是有点眼力的。其实芙蓉镇的面积不是很大，核心的地方呢就是在瀑布的两边。这里就是美食一条街了，土家腊肉腊猪脚，观景台打卡餐厅，这里果然是打卡餐厅呢。在这个位置可以很好的去观赏这一个瀑布，走近一看就看得出来水量啊已经是非常少了。其实这一整排房子都是观景平台，来了好多游客。这是一座观音阁，看它的门面呢，非常像是牌坊式的建筑。我们现在先去找那一家最有名的米豆腐店，等一下再回来观景台那一边吃一个晚餐。古镇的街道蜿蜒曲折，上下起伏，走在这里的感觉非常的特别。在这个古镇有很多卖竹编的，前面有一座牌坊，我看到那家最有名的刘晓庆米豆腐店了。电影里刘晓庆就是站在这里卖米豆腐，所以就成就了这家店铺。它有分咸米豆腐，还有热甜酒米豆腐、冰甜米豆腐，价格都不贵。下面还有其他的小吃，那我就选一碗冰甜米豆腐吧，比较适合我的口味。看一下老板是怎么做的，放有萝卜，还有番茄、葱。米豆腐是这样子的，这就是我们俩的，有点像是饺子。哪一碗是我的？这2碗是我们的。我的这一份是冰冻的，所以要在冰柜里面拿。哦，好的，谢谢。就坐在外面的这条长桌上。其实我知道应该是那种带酒味的会比较出名一点哦，但是呢，像我这种普通人呢，就吃一点普通的东西就可以了。有点像是在喝冰凉粉。吃完了。你每人。现在回去观景平台那里附近吃一个晚餐，感觉喝了一碗米豆腐之后都吃不下饭了。你有几位啊？我就一位。这一位啊，刚好我们的上还有个单位子。单位子啊？对。我坐这里可以吗？这里啊。啊。你要拍照吗？就这里啊，靠边上的呀。哦，这样子啊。
可以不？可以啊，但是你吃完就帮我那个位置，不能太特别多。刚刚那一家餐厅呢，因为我是一个人，所以他不断的叫我挪位置，然后我就特别不喜欢那个位置嘛，所以我又选择了下面这家餐厅。那我就吃一份那个辣猪脚吧，我觉得猪脚。啊，辣猪脚，这个是干锅吗？对，就是干锅。一份就可以了啊，我觉得一个菜应该够吃了，然后一个米饭。坐在这个位置上吃晚饭，顺便给大家拍一拍芙蓉镇的夜景，还是非常美的。现在天色又晚了一些，他们给瀑布又加了一些灯光效果，这个灯光是会变色的，看起来就会有另外一番景象。我的辣猪蹄来了，哇，这一份好多啊！我感觉今天有点奢侈了。这一份辣猪蹄是198，还有一份通心菜，应该是38或者是28，加起来200多，一个人吃，有点太过奢侈了。那我米饭就少吃一点，主要是吃菜。这一份辣猪蹄一个人完全可以吃到饱。香啊！这是一份干锅，他们也是加了一些辣椒，但是不会感觉特别辣。这种辣让人感觉嘴巴里面非常的清爽。看一下这份辣猪蹄里面有哪些配料：海带、蒜，主角当然就是猪蹄了，还放了一些姜、辣椒，边煮边吃。看着外面的瀑布，听着瀑布的流水声，吃着当地的辣猪蹄，这种感觉才像是出来旅游啊！那今天这条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我是俊谷，我们下一次再见，拜拜。